不，奴婢不是这个意思，奴婢的意思是这些药买来珍贵，给我们这些下人用不合适。兰因在一旁疯狂点头赞同。我说合适就合适，如果你们拍烂脸，那就当我没说。多谢小姐。随后纪灵又从药箱里取出银针，她对着镜子给自己面部下针。小姐，不疼吗？不疼。这时一名婢女过来传话，是叫纪灵去膳堂用晚饭。小姐要去吗？不去。好的，那奴婢过去和将军夫人说一声。随后兰因前往膳堂。将军夫人，二小姐今日不便过来用膳，小姐特意吩咐过，不必等着她。我去看看。娘，我去吧。季承霄说着已经起身走到兰因身旁。大公子，二小姐她已经歇下了。小妹不舒服吗？兰因被迫点头默认。那我更得过去看看了。说完，季承霄大步朝青竹院走去。季夫人也担忧的起身想跟过去看看。夫人，小姐没事，您安心用膳，奴婢告退。说完，兰因飞快的步子赶回青竹院。大公子，我先去通传一声。兰因进入和纪灵说明了情况。让他进来。小妹是哪里不舒服？可有找大夫看过？无碍，有事快说。小妹，早上的事是我们不对，晚堂也不是故意的，他也想给你赔罪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捡起来吃饭好不好？纪灵一听到这，瞬间来了精神。你先过去，我马上就来。随后他坐到铜镜前，拔下脸上的银针。季承霄看到这一幕，眼睛陡然睁大。发什么愣？小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便一起前往膳堂。灵儿，来坐这儿。纪灵神情冷淡地坐下。来，先喝点汤润润喉。是哪里不舒服啊？府医看过了没有？我没病，听说你们为早上的事要给个说法，我才来的。小妹，早上的事是大哥误会了你，大哥向你赔个不是。至于那些谣言，我已经让人压下，我保证往后不会再有任何的流言蜚语。你觉得我在乎的是流言蜚语？实话告诉你，我昨晚就知道此事。说我真的在乎这些闲言碎语，你觉得我一点办法都没有？季岭川和季时宴默默观察着季灵和季婉堂的一言一行。婉堂啊，快和妹妹赔罪。妹妹，是姐姐口不择言，做的不对，我郑重向你道歉。这是我和娘一起去庙里给你求的护身符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听完季婉堂的话，季灵内心暗嘲：季婉堂，你挑什么不好，偏偏挑了这个，凭什么觉得故技重施，我不会拆穿你呢？随后季灵当场打开福袋，从里面抽出一张黄符纸。季婉堂见状大惊失色，敢咒我，你找死！力道狠得几乎要掐断对方，一家子都惊愕不已。住手！灵儿，放手！有什么事情好好说，先松开你姐姐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当面诅咒我？别以为故技重施，我会和上回一样吃下哑巴亏，不过是想看你玩什么把戏。你真把我当傻子了？季夫人听得云里雾里，季婉堂已经被掐得面红耳赤，眼看就要喘不过气。啪一声，季夫人的巴掌就落在了季灵脸上。季灵双手不可置信地看着季夫人。季灵，你有什么怨气冲我来？你是想掐死你姐姐吗？早上的事情我也有不对，你是不是也想掐死我呀？娘，季承霄示意母亲少说两句。季灵缓缓回神，那一巴掌已经让他的心凉了半截。我可没这种时刻想置我于死地的姐姐，不同父不同母的，何来姐姐一词？只有仇人二字。够了！拿过黄符纸，上面密密麻麻的诅咒。婉堂，你作何解释？季承霄过去瞧了一眼，表情和季岭川如出一辙。见此，季时宴也按捺不住，父子三人都觉得这是何等的仇恨。爹，堂儿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让小妹这么记恨我。季夫人她看过符纸一看，婉堂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娘，我是同您一起去的，符是大师当着咱们的面给的，堂儿真的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。灵儿啊，这符确实是大师当着我的面给的，当时并没有打开来看，或许是个误会，你先别急，先查清楚了再说好吗？哼，查？那他造谣的事你们查的怎么样了？今晚的家宴是不是假模假意的找我道歉，然后就不了了之？全家人看我好欺负，把我当傻子哄？不是的，你听娘说。没什么可说的，您是不是还想说是大师料事如神，知道季婉堂想害我，索性成人之美，直接帮他包了个符？这么说的话，是不是得找大师当面对质？
季离，别对娘撒气，有话好好说呀。如何好好说？你们头上顶着个脑袋全在装傻，还是都把我当傻子？想动动嘴皮就让我原谅他，没门儿！别以为我在外面吃了苦就很稀罕你们的将军府。我纪灵从不是依附于他人屋檐下就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的人，今日就跟你们把话挑明了。行了啊，灵儿，我知道你受了委屈啊，你先去书房等我。刚查出背后之人的一些蛛丝马迹，此时不宜闹出太大的动静。将军若是想说教的话，就免了。他失望地扫了众人一眼，转身朝大门走去。季夫人开始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兰英看到没一个人帮纪灵说话，将军，奴婢有话要说。何事啊？起来说吧。我要告发大小姐，她屡次谋害二小姐，二小姐差点毁在她手上。你休要血口喷人，我何时害过她？你给我住嘴，到一边去。爹，我没有。闭嘴，不许插话，你继续说。二小姐刚回来的那天，大小姐当着所有人的面送的那对耳坠，将军可还有印象？说。那耳坠上面淬了毒，险些让二小姐毁容。你胡说，我送给她的明明是好的，你休要冤枉我。将军，没有证据的事，奴婢不敢乱说。且那耳环还一直放在小姐的房中。纪灵川听到这，早已对纪婉堂失望透了。婉堂，是真的吗？啊，他从回家的第一天开始，你就容不下他了吗？娘，我没有，不是堂儿做的。纪婉堂哭诉着，眼里却朝春红投去暗示。将军夫人，这些都是奴婢做的，是奴婢自作主张，想替大小姐谋划。奴婢害怕二小姐回来后夺走大小姐的宠爱，大小姐与奴婢有恩，奴婢不忍看大小姐伤心，所以才做了这些事。此事大小姐全然不知情，那护身符也是奴婢换走的，一切任凭将军处置。春红，你糊涂啊！小妹本就在外面吃了不少苦，我们做哥哥姐姐的一直在府中养尊处优，咱们巴不得样样最好的都拿给他，又怎会计较这些？爹，此事是堂儿疏忽，春红毕竟是堂儿身边的人，是堂儿管教不力，求爹处罚。听着纪婉堂的言辞，兰因就愤恨磨牙。来人，把这刁奴带下去。是。外面的侍卫进来把春红拖走。大小姐，可别忘了照顾她的家人。纪婉堂暗暗应下。婉堂啊，太让我失望了。这段时间好好的去祠堂抄经，面壁思过，没我的允许，不许出府半步。是。那边纪时宴追出来后，小妹，你听我说，除了娘，我和爹绝对没有偏袒婉堂的意思，咱们借一步说话好吗？你是不是想说还没查清楚情况，等查完纪婉堂的身世再做定夺？所以此刻无论他做什么，你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爹说以大局为重，况且娘还不知道真相，所以你们打算瞒一辈子吗？当然不是，考虑到娘可能没办法揭露事实，所以也还没有做好准备。小妹冰雪聪明，定能理解的，对不对？我不理解。纪灵回了自己院子，进了屋，纪灵第一时间就拿出紫玉。别说，纪灵把紫玉揣进怀里，他要去找纪婉堂问个明白。刚踏出门槛，便看到正走来的纪岭川父子三人。进屋吧。啊，我有话要说。几人纷纷进了屋，有事说事，没空和你们掰扯其他的。灵儿啊，这纪婉堂的这些事儿啊，也不是爹偏心不给你主持公道啊。爹呀，先给你道个歉。今天呢，让你受委屈了，并不是我们想包庇他，而是这背后另有他人，不单单是一个赵家这么简单。所以啊，现在还不想动他，但是啊，爹可以跟你保证，1个月之内啊，我会在1个月之内查清此事。那爹也答应你啊，1个月之内，不管能不能查清，我都会公布这件事儿。到时候我会把她送出府去的。当然了，她既然不是我们季家的女儿，那和太子的婚约自然也就不作数了。这些啊，我也都会处理好的。那至于你心里对他的仇恨呢，你能不能放他一马啊？行了，爹也不强求啊，只是如果你想做什么，你手脚干净点，别让你娘知道了啊。你娘她希望爹说到做到，就1个月，超过1个月我就没得商量了。灵儿啊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婉堂不是亲生的啊？你为什么不想告诉我们？难道你就从来没把我们当过家人吗？爹问这话时，不如先问问自己，为什么不敢告诉娘？闻言，父子三人面面相觑。那小妹是什么时候知道她不是亲生的？从我第1天回府，她送了我一份大礼，我便开始怀疑了。后来我偷偷验了。那你又是如何得知被调包之人就是孟婷？二哥还没见过吧？因为他眉眼
然长得像爹。那你去看过2次了？那他知道了吗？还没，不过我不打算瞒着了。再等等吧，这段时间就暂时委屈你们姐妹俩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以后爹一定会补回来的。你这段时间如果没事的话，你可以多去看看他。你放心，即便爹不说，我也会去。我还有事要问季婉堂。什么事？你先和大哥说，或许大哥知道呢。你知道是哪个人画的符？你放心，符我已经让人销毁了。但销毁那张符还不够，季婉堂可能还干了别的，我得弄清楚。季时宴想到季灵曾跟他说过，有人传过他道法。小妹可是身子有什么不适？现在无碍，往后难说。我陪你去牢房问问春红，问季婉堂，怕是没有结果。季灵点点头，随后2人一同前往牢房。进了牢房的春红没了求生的欲望。找谁画的符？天杯寺有个云归大师，据说他的符很灵验，我跟他求来的。春红把那大师的名字说出来后，季灵就走了。然而刚回屋没多久，便听到兰英来说母亲来看他。季灵直接叫兰英回绝。季夫人吃了个闭门羹，她伤心的去找季岭川诉说：夫君，灵儿是不是还在怪我打他？他不愿见我。夫人，今天他是受了委屈，正在气头上呢。你别往心里去，过2天他想通了就好了。他现在就是想静一静。真的吗？我怕他恨我。你别多想，我去看过了，灵儿不是那种人，放宽心。真的。第2日一早，季灵喊阿燕带好装备就去了天杯寺，2人便骑着马前往。小师傅，云归大师可在？施主，今日16，云归大师不在。何意？他什么时候来？施主有所不知，云归大师有个规定，只在每月初1、15、2日见客，其余时间皆要闭关静修。若您想见他，不妨这2个日子前来。多谢告知。季灵想到云舒就是在这个庙被绑架的，2人在庙里逛了几圈。小姐，天杯寺最登高处的那个普济殿，据说皇后娘娘在那里祈福了2年，那处重兵把守，无人能上去。皇后在庙里住了2年？外头都在传，皇后娘娘为了亲自给大昭国的千万子民祈福，护佑平安，竟甘愿在庙里诵经念佛，这一待就待了2年多。季灵忽然想到那时给萧敬晨把的脉，他记得好像就是2年前中的蛊。小姐，时隔多年，怕是很难查了，不如咱们等初1再过来会会这个云归大师。走吧，回去吧。 2人并肩策马下山，经过一林子时，3个黑衣人从茂密交错的树干上直接俯冲而下。季灵和阿燕跃身下马，这些黑衣人都是死士，出手招招狠辣，刀刀夺命，速战速决，要活的。随即又下来5个黑衣人，季灵和阿燕瞬间落了下风。一直暗中2名暗卫见状，立即拔刀加入了战斗。小姐，你先走。季灵知道他们的目标是自己，不可能走得了。将军府的1名暗卫被狠狠踹飞数米，终究是寡不敌众。季灵被黑衣人带走，阿燕身中几刀倒地昏迷，2名暗卫就地牺牲。这时，一辆马车咕噜咕噜地飞奔在林中。霍成看着路上乌泱泱死了一片人，王爷有情况。 2人走近一看，王爷，那不是季姑娘身边的婢女吗？季姑娘呢？附近找找看。王爷，她还有气，要带走吗？回府。是。霍成把阿燕扛上马车，随后调转马头回了王府。萧敬晨前脚刚走，将军府的援军后脚就到。季岭川听到季灵失踪的消息后，小七啊，去一趟赵家，看看孟婷还在不在。是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小七带回来的消息是，赵家看着一切如常，就是在院里找不到赵梦婷的身影。另一边，阿燕在瑞王府醒来。 他看着陌生的环境，十分警惕。那小姐呢？他起身打开房门，姑娘醒了，您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去通报一声。我家小姐呢？姑娘，这些奴婢不知，等王爷过来了，您再亲自问问吧。阿燕回想着事发的经过，当时她似乎听到黑衣人说要活的。阿燕着急地往门外走。姑娘，王爷说了要等他来。是哪位王爷？姑娘，是瑞王殿下。是他。既然和小姐相熟，告诉你们家王爷，我有急事需要先走一步。王爷的救命之恩，在下来日再报。姑娘，您别为难奴婢，王爷马上就过来，你先等等。这时，萧敬晨来了，多谢瑞王救命之恩，在下来日再报答。我有急事，先走一步。萧敬晨站在门口，寸步不让。担心你家小姐。是。将军府已经知道此事了，你不必急着回去，进屋说。闻言，阿燕只好跟着萧敬晨进了屋。你们是从天杯寺下来后遇到刺客？是。一大早，你们去天杯寺做甚？
找云归大师。哦，仅仅如此？是。你觉得是谁做的？不知道。本王好歹和你家小姐算是朋友，你们什么都瞒，可真是太没诚意了。想要帮你们都很难呢。阿燕思量着萧敬晨的话，依旧不答。据本王所知，将军府和赵家没有什么冤仇。你家小姐让本王替她查这么多事，又不告诉本王实情，是不是想要利用本王当工具使唤呢？一边查着赵家，一边查着纪晚堂，什么时候、什么仇、什么恨，让纪晚堂不惜代价都要毁了你家小姐的名声。你说纪晚堂为什么要通过钱庄给钱给赵家？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？让本王猜一猜是哪种原因？瑞王既已猜到，又何必问在下？所以他当年的失踪真的与这两人有关？没错，纪晓堂3番2次的陷害小姐，我怀疑这事定和他脱不了关系。那本王帮他把赵家还有纪晚堂都抓了，如何呢？阿燕震惊，多谢瑞王好意。此事过去多年，我们手上并没有实质的证据。一个抄家消绝的贪官，每月还能从钱庄取一大笔钱，本王合理怀疑钱财的来路不明。至于另外一个恶意散播谣言，污蔑他人清白，犹如我大昭国民风，本王例行带走调查，证据审了就有了。真不愧是刑律司统领者的作风。瑞王，此举不妥吧？本王并不是在和你商量，这段时间你就留在这里养伤，等你家主子什么时候有消息了，本王自然会放你出去。萧敬晨说完，起身往外走。等等，瑞王殿下，刚包好的伤口又撕裂开。瑞王殿下，赵梦婷姑娘是无辜的，求殿下开恩，不要殃及到她。本王需要你教我做事吗？阿燕看萧敬晨甩袖离去。瑞王殿下，真的不行，我家小姐要是知道了，定要生气的。本王知道她和赵家那位有些交集，但你是不是觉得本王是个是非不分之人？因为赵姑娘才是将军府的大小姐。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我们已经验过了，大小姐在赵家受苦17年，她是受害者，所以请您高抬贵手。好，本王知道了。放下这句话，萧敬晨便大步离去。抓走纪灵的人会不会是他？不是给了他20个暗卫吗？为什么不放几个在身边保护？萧敬晨的动作很快，他带了一队人马直接包抄赵家，但赵高明仍硬着头皮迎笑上前。殿下大驾光临，在下有失远迎啊。不知殿下此番前来有何差遣？萧敬晨面如冰山，拿下，全部带走。侍卫们上前就将赵高明和赵母五花大绑起来。殿下这是何意啊？不知赵某犯了何事？殿下要绑我赵某一家子？萧敬晨没理会，然而霍城搜了一圈，赵梦婷呢？谁知道那个贱人死哪儿去了？实则是早上上面那位药人赵梦婷送过去，脸上啪的一声，不知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，把赵家2口子送进大牢后，萧敬晨转头又去了将军府。这一场面不由得引起一些百姓围观。纪岭川听到消息后，恐怕这次很难保下纪晚堂了。瑞王前来所谓何事啊？纪晚堂涉嫌造谣诽谤、买凶杀人嫌疑，本王依法逮捕。纪将军把人交出来，本王就不进去了。刚走到门口的纪夫人便听到萧敬晨的这些话。瑞王殿下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晚堂还是个闺阁小姐，她怎么会买凶杀人？看来纪夫人还不知道你的小女儿纪灵早上遇刺下落不明，如今更是生死未卜。没想到你们将军府的消息竟会如此闭塞，是不是等哪一天小丫头死在外面了，你们都没有一个人关心她？闻言，纪夫人瞬间瘫软。娘，你没事吧？瑞王说的可是真的？纪承霄不敢乱说，他的沉默已经证明了一切。去把纪晚堂叫出来。是，将军。小厮领命进了府。纪晚堂被叫出来后，2名侍卫直接上去捆绑。放肆！你们干什么？松开我！我可是将军府的大小姐，你们居然公然绑我！爹娘，救救堂儿！晚堂。纪晚堂看到纪岭川还有他的2个哥哥，没一人要帮他说话的意思。瑞王殿下好威风，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绑人，还有王法吗？纪灵这个死贱人，不就是造谣他几句话？要说他和萧敬晨私下没有勾结，他绝对不信。想必2人背地里早就行了苟且之事。王法？你勾结亲生父母，谋害他人性命，本王依法逮捕你，这就是王法。少在这里装无辜，想喊冤，去牢里同你的亲生父母一起喊，他们在那里等着你过去团聚呢。此话一出，纪晚堂脸色瞬间苍白。瑞王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晚堂哪儿来的亲生父母？她明明是我的女儿。娘，晚堂是无辜的，小妹的谣言您也知道，堂儿根本不是有意的，更别提买凶杀人，一定是有人污蔑我。
小就在您身边长大，今日不仅被人污蔑满凶杀人，还要污蔑堂儿的身世，我不活了！你们放开我不活了！我要以死证明清白。想证明清白简单，来人，去请赵太医过来，给他当众验一验，否则本王就成了污蔑他人的小人了。众人一阵唏嘘。瑞王既然要带走调查，那无需多言，臣自然相信您会秉公办案的。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娘，此事咱们回府说，这里人多眼杂。季夫人居然不知道自己替别人养了17年的白眼狼，你亲手养大的白眼狼谋害了你的2个亲生女儿。季夫人第一时间知道亲生女儿遇刺，不是担心她的安危，而是在替这个白眼狼辩解。如此一幕，真是让本王刮目相看。有你们这样的父母，是他们的不幸，本王还真替他们姐妹俩感到心寒。此话一出，季夫人愣怔了片刻，便当场晕了过去。季令川他3步并2步过去，把人捞在怀里，直奔府邸走去。这个瑞王做事也太不着调了。随后带着众侍卫押着季婉堂扬长离去。哎呦喂，真没想到啊，还有这内幕！看来大家族中出生的也有命不好的。这2姐妹真可怜。可不嘛，我听说那个小的幼女很小就失踪了，这才找回来多久又失踪了？想必大姑娘也是仇人手中养大的吧？那得吃多少苦啊！嗨，谁知道呢？搞不好还不如咱们这些普通人。难怪呢，我听说啊，前阵子小姑娘刚找回来的时候，就传出她的一些风言风语，原来是府中养的，容不下人家亲生的。哎呦，这心思手段真可怕！将军府也是冤呐，替别人养了10几年，都不知道孩子不是自己的。哎，你们说，在这种情况下知道真相，将军夫人能不能挺过去啊？这话可不轻说，你想掉脑袋？哎呀，散了，回家做饭，一会儿人家拿棍子出来赶人，可要挨板子喽。刑律司大牢，当季婉堂被押进来时，赵家夫妇大惊失色。婉堂，你怎么被抓进来了？你们还好意思问我？还不是因为你们，否则我怎么会被抓进来？那2个贱人是不是你们找人绑走的？为什么不做干净点？为什么要连累到我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！当年一个4、5岁的小孩都弄不死，如今15岁了，你觉得你还能弄死？你嚷嚷什么呀？送你去享福了10几年，你真以为自己是将军府大小姐了？连自己亲爹都不认识了是吗？你才不是我爹，才没有你这种恶名在外的父母，自己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！别来和我攀亲倒故，跟你呀，没有老子你能顶着将军府的大小姐逍遥活了10几年？不感恩就算了，还对我们挤眉弄眼。我们是你长辈，将军府没教你跟长辈说话要放尊重点吗？你还有脸说？是不是你们泄露了我的身世？说是不是你们？我们没质问你，你倒反过来怪我们了，自己不好好捂着，有脸向我们兴师问罪。再者，我们才是你爹娘，你说话放尊重点。你胡说！将军府的人明明不知道，方才是萧敬晨当众说出来，如果不是你们招供，他怎么会知道？这么说，他要沦为弃子了？瑞王并未审我们，纪灵也不是我们派人杀的，想活命嘴巴放干净点。那是谁做的？这个你不需要知道，反正纪灵这次的失踪跟你没关系，你把自己摘得越干净越好。一会儿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，你自己掂量着点。婉堂，你回去就一口咬定自己对身世毫不知情，况且你和太子还有婚约，将军府这时总不会轻易赶你出门。且你2人本来婚期就临近，实在没办法，你赶紧和太子生米煮成熟饭，母凭子贵，到时候将军府靠不住，你还有太子可以依靠。哎，别说了，小心隔墙有耳。但赵母的一番话倒是说到他心眼里去了。萧敬晨在隔墙听完后，露出意味不明的笑。萧文俊当了太子后，这2年好像脑子突然好使了，不许任何人探视，谁来都先问过本王。是。当消息传到丞相府时，哥哥，何事冒冒失失的，一点大小姐的风范都没有。哥，将军府的事你听说了吗？那是别人的家事，别瞎打听，更别出去乱说。不是哥，我不是来跟你讨论将军府真假千金的事的，而是季婉堂因为造谣纪灵清白的事情被瑞王抓走。那个我……此事与你也有关，对吧？哥，
事情可不是我散播的，是季晚堂在我办的雅集上传出去的，跟我可没有关系。再说了，人家要说我又不能捂着人家的嘴，不是吗？但你也知道，瑞王那个人奇怪得很，他跟纪灵是一伙的，我可不想被他按什么罪名连带责任的抓走。现在知道怕了？哥，我的好哥哥，兰儿知道错了，以后绝不会再和季晚堂有来往了。你就帮兰儿想想办法嘛。要是兰儿被抓走了，那丢的可不止我一个人的脸，还有你的脸，还有丞相府的脸呢。所以哥哥不会不管我的，对不对？沈玉闻言哼了一声，怪会道德绑架的。瑞王那人可不是这么好说话的，上次你也看到了，他从不给任何人面子，哪怕是你跟我去也是没用的。哥，你就不能替我想想办法吗？没办法，你等他来抓吧。哥，你真的不帮帮我吗？看着快哭出来的沈千兰，不是哥我不想帮你，那是瑞王，不是普通的衙门，你觉得你哥能跟他说得上话？那怎么办呀？你觉得该怎么办？哥，你说我现在去将军府登门道歉，还来不来得及？至今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做错了什么？哥，兰儿真的知道错了，兰儿以后绝对不会再同人说三道四了，我发誓。你帮我想想办法好不好？行了，瑞王那边我尽量去帮你求个情，等将军府的2位小姐平安回来，改日哥哥再带你去登门道歉。谢谢哥哥，哥哥真是太好了，你是我全世界最好的哥哥。行了，捧我没用，你自己长长脑子。好嘞，那我就不打扰哥哥了，我先走了。说完，沈千兰一溜烟的跑出书房，也不知道季二姑娘有没有生命危险。东宫，太子萧文俊听闻消息后，他倏然起身往外走。殿下去哪儿？去。是啊，他要去哪？婉腾现在被关在刑律司。是的，殿下，瑞王下了令，不许任何人探视。将军府情况如何？对这件事可有表露什么态度？回殿下，将军府那边现在乱作一团，他们现在急着找2位亲生女儿，对季大小姐这边并未明确态度。他明白，此刻去了也是添乱。去盯着将军府那边的动静，有任何举动立刻来报。是。萧文俊此刻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。将军府，季岭川心急如焚，也不得不稳住。他让季承霄去调查2个妹妹被绑走的线索，季时宴去安排人控制谣言。季夫人醒来时，天色已黑。夫人，你醒了，来啊，先把药喝了。瑞王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。你先喝药，喝完了我慢慢跟你说，不喝哪有力气听啊！闻言，季夫人乖乖地把碗中的汤药喝完，她长话短说，将所有的事情悉数告诉了季夫人。季夫人听完又是一阵心痛。夫人，孟婷你还没见过呢，所以更得养好自己的身子，不然啊，他们俩回来了，你哪来的精力去照顾他们呀？可有他们的消息？放心啊，已经有了一些线索了，很快就能找回来。所以啊，你更得赶快好起来了啊，听到没有？婉堂，夫人你就别再提他了，咱们将军府不欠他的。出来后直接送走吧。这些呀，为夫都会办好的啊，别操心了。灵儿是不是对我很失望啊？季夫人现在只要想到自己为了季婉堂打了他一巴掌，就后悔不已。夫人，你先别想这么多了啊，先好好休息。令川，等灵儿他们回来，我给他们办个认亲宴，好不好？那自然是要的。与此同时，一处昏暗的屋内，一桶冷水猛泼在纪灵和赵梦婷身上。姐姐，赵梦婷冷意刺骨，缓缓睁开眼，两人没来得及叙旧，屋内亮起2盏油灯。主子，人醒了。一红衣男子跨步走了进来，纪灵上下打量后，这人必定是个练蛊高手。这就是纪灵川的2个女儿。你是谁？是送你们上路的人。你说我是谁的女儿？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差点忘了，纪灵川的大女儿被调包，是你吧？真是报应啊，纪灵川，天道好轮回，这都是你的报应。赵梦婷怎么也没想到，她复杂的眼神看向纪灵。姐姐，以后再说。没有以后了。2位小妹妹，谁叫你们的爹是纪灵川呢？一个从小被调包，一个从小被绑架。要我说，这怎么不是他的报应呢？能让你们死前相认，也算是死得明明白白，该感谢我才是。你既然都知道，更应该清楚，即便杀了我们，他也不会心痛。毕竟在他们的眼里，季婉堂才是他的女儿，我们不是。别以为这样说我就会放过你们，我只会多杀一个。
纪灵看这人疯魔的样子，只怕早已被仇恨迷了心智。方才阁下说的没错，我们姐妹俩能相认，确实得感谢你。你对我们姐妹俩之前的处境了如指掌，想必也知道我在赵家天天挨饿，我已经1天1夜没吃东西了。临走前想填饱肚子，不想做个饿死鬼，阁下能否成全？少啰嗦，什么时候死，怎么死，我说了算。随即他起身走到2人面前，本公子新练的小虫子，先让你们试试，能不能挺到明日，就看你们的命了。若你们能撑到明日，本公子一定会给你们带吃的，全当犒劳你2位给本公子做了试验。下一秒，祝喜一刀扎在纪灵的胸口，黑虫像了嗅到了垂涎的猎物，直接飞扑到纪灵的胸口，钻了进去。纪灵每呼吸一下，都感觉胸口处传来针刺感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而是刀尖轻轻划破他的脖颈侧，虫子就这么钻进他的脖子。赵梦婷痛苦地叫着，祝喜凝视着自己的杰作。2位好好享受，看紧了。是。纪灵听到马蹄跑远的声音，他忍着痛缓缓起身。姐姐，赵梦婷满头大汗，拔下我头上那根木簪，簪头一抽，变成一把小剑，不一会绳子便松开了。姐姐，你再坚持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好。他浑身有些抽搐，像是要挺不住了。纪灵松绑后立刻打坐调息，体内的黑虫像是得到信号般停止了吸血啃食，立即扶起赵梦婷，嘴里念着咒语。赵梦婷似乎从濒死的边缘被拉回。我们得逃出去，外面4周有几个黑衣人守着，跑是很难，我想想办法。赵梦婷心里很佩服纪灵，想必也是见多识广。找昆虫，我有办法。赵梦婷也不知道纪灵的办法是什么，但找就对了。我来。小妹有毒，没事，伤不到我。纪灵用剑簪把蜈蚣卸成了2块，随后他开始念着咒语，蚀骨已成。他轻脚走到另一边窗户，把一半蜈蚣悄悄放在窗边。不一会，一只鬼鸮飞了过来，鬼鸮2下就把蜈蚣吞之入腹。纪灵轻轻地把布条绑在鬼鸮脚上，他吩咐完鬼鸮去瑞王府报信后，纪灵又放下另一块蜈蚣。片刻后，又一只小鸮飞了过来，纪灵用同样的方式让他去将军府报信。赵梦婷对纪灵的这一系列神奇举动震惊不已。咱们先等到天亮，如果天亮没有人来，我们再想其他办法。赵梦婷点点头。赵梦婷替纪灵包一下伤口，不碍事，小伤。2人就这样依偎在一块，静待着天亮。鬼鸮飞到瑞王府后，他在萧敬晨房间外一直叫着。鬼鸮似乎不耐烦了，他飞身俯冲，径直撞击在萧敬晨的怀里。萧敬晨满脸怒意，哪来的鸟？却看到夜猫子脚上绑着一块布，拿着布条到灯下一看，灵，城外废院急救。萧敬晨整齐穿戴后，他亲自带一队人兵分2路去找王爷。这鸟是不是要给您带路啊？将军府那边，纪灵川为此事根本睡不着。走着走着，一只鸟突然飞到他肩膀上，他转头便看到鸟脚踝处绑着一条布，居然是纪灵传来的求救。纪灵川叫醒纪承霄，父子俩带着几10名暗卫前往城外。太阳慢慢升起，纪灵和赵梦婷同时往门口看去。哟，还活着，看来2位小妹妹意志力非凡呢，真不愧是纪灵川的种，我竟有些佩服2位。吃吧，你们的断头饭。阁下不是我们大赵国的人吧？有点眼力见，但知道了又如何？下去给南游的同胞们陪葬吧。不想吃，想做饿死鬼，成全你们。主子，不好了，东边有一队人马朝这边来了。快走！祝喜闻言惊诧，他拔刀朝纪灵和赵梦婷走去。纪灵猛地冲过去，拿起凳子砸了过去。而这时赵梦婷也以最快的速度翻窗出去。纪灵急忙摁下手腕上的镯子，在对方躲闪的间隙，他迅速翻窗出去。远处一支飞箭先一步射在黑衣人身上，还好姐姐没事。主子，你先走，我们断后。而纪灵落地后，拉着赵梦婷往救兵的方向跑，身后的黑衣人追了上来，打了起来。没过几招，纪灵险些被一刀封喉，幸好萧敬晨及时挡下。暗卫和黑衣人间的兵刃碰撞声，这时纪灵川等人也赶到了。小妹，你没事吧？往西边追，一个红衣戴面具的男子，南右国的人。
听到南游二字，几人心中警铃大作。我去追老大，你照顾好你2个妹妹。梦婷可有受伤？赵梦婷摇摇头，她正想开口，心窝处传来一阵绞痛，紧接着一口血喷了出来。赵梦婷几乎也是同时喷了一口血，萧敬晨和季承霄各自接住眼前的人。纪灵，备马回府。他抱着纪灵上马时，骨头。萧敬晨吩咐人去先一步去请赵太医赶往将军府。萧敬晨和季承霄就这么一马2人狂奔回将军府。不一会儿，疾驰掠过城门，阁楼上，沈玉一手撑在窗前，目光却一直锁在萧敬晨怀中的人。能让瑞王如此焦急，还亲自抱人回来，季姑娘怕是危在旦夕。季夫人昨晚喝药睡下后，今早起来精神好了许多。夫人，将军和大公子昨晚紧急带人出去，想必是有了2位小姐的消息，您别太担心，小姐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没事的。这时远处狂奔的几抹身影闯入季夫人眼中，那不是程潇吗？她提着衣裙便跑了过去。夫人小心些。兰因在院子看到季承霄把人带回来了，老天保佑，小姐终于平安归来。季承霄进屋便把人放在床上，结果萧敬晨已经把人放在一旁的榻上，还坐在季灵身旁替他擦着嘴角的血渍。季夫人匆忙小跑了进来，瑞王怎么也在？臣妇见过瑞王殿下。免了。娘，这是大妹妹梦婷。季夫人点头，轻轻应声，她的心瞬间揪紧，赵家怎么能这么对她女儿？嬷嬷，去拿套新衣裳来。张嬷嬷应声利索地出去了。绝大夫和李太医同时赶到。瑞王殿下，老臣来迟了，快看看他怎么样了。李太医立即给季灵把脉，片刻后，禀殿下，季姑娘中了毒，老臣需施针先将毒逼出来。绝大夫那边也是如此。闻言，萧敬晨和季承霄识趣地退了出去。瑞王殿下，这次营救多亏您及时赶到，承霄在此谢过殿下。不必。萧敬晨走到石凳旁坐了下来。殿下是如何得知小妹他们被关在郊外的？坐。谢殿下。灵儿给本王传了信，本王自然是要去救她的。灵儿，季承霄内心惊呼，瑞王怎么叫得这么近乎？这么说，小妹是先给殿下传的信。萧敬晨勾了勾嘴角，可能他觉得本王比较懂他。听到这，季承霄竟有些失落。两人就这么干坐着，直到对面房门被人打开，季承霄连忙起身，快步走了过去。小妹，感觉怎么样？好些了没？季灵靠在兰英怀里，虚弱的点点头。殿下，2位小姐已无大碍，老臣开了几副药，后续慢慢调理即可。萧敬晨点点头，方才还想进去看一眼，正转身想走。萧敬晨，季灵这一声萧敬晨，让屋内季夫人和季承霄哑然惊住，直呼黄金名讳，可是大不敬。他心脏忽然砰砰跳了2下，他迈步走了进去。我在。这一声我在更是让季夫人和季承霄惊愕。他坐在季灵身侧。好些了吗？谢谢你。你好好休息，我过几天再来看你。说完，萧敬晨脸上是带着笑离开的。小妹，往后可不能直呼瑞王名讳，不光瑞王，但凡皇亲国戚绝不可直呼，这是大不敬，要被责罚的。我知道，但他说没有外人的时候，不喜欢我喊他瑞王，更喜欢我喊他的名字。何况你们是外人吗？季承霄哑口无言。传闻瑞王不是很难相处吗？为何现在给他的感觉也没有多难啊？季夫人是过来人，她看瑞王看自家女儿的眼神，隐隐感觉瑞王应该是对灵儿有点意思，或者是别有用意。姐姐，你怎么样？兰因扶着她缓缓走过去。这段时间，姐姐先同我一起住青竹院，可好？赵梦婷点头。季岭川回来了。爹，可有抓到人？季岭川摇摇头，径直走到赵梦婷面前。梦婷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赵梦婷不知如何回答。都怪爹没能看好你们姐妹俩，让他仇人钻了空子。今后啊，你们就是将军府的嫡小姐，爹答应你们，今后绝不会再让你们姐妹2个受委屈。赵梦婷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涩。多谢将军。闻言，季岭川喉结滚动，他不着急让人马上改口。季夫人和季承霄也明白梦婷的情况和季灵不同，他们也不逼她。萧敬晨回到王府后，脑中便浮现出季灵那张虚弱惨白的脸。王爷有何吩咐？本王是不是有一个100年何首乌？回王爷，是有这么个药。你去药房拿一些补药，给季灵的婢女带回去。是。霍成领命出去。等等，王爷还有何吩咐？那个人参也带上。啊，好的，王爷。还头一回看到王爷对一
一个女子上心。打包好后，他前往阿燕所在的院子。拿着，这是王爷特意给你家小姐的。王爷还说了，务必让她好好休息，多补补身子。要是好不了，我们家王爷会担心的。你是说小姐回府了？赶紧拿着，别忘了转告我家王爷的话。阿燕先替小姐谢过瑞王，瑞王的话，奴婢一定一字不落的转告。随后，阿燕拎着2个木箱就赶回将军府。想必季姑娘一定懂他家王爷的用心。本王方才有说这么多，他一个人能吃这么多补药吗？王爷，方才您不是说除了何首乌还有人参，再挑些合适的补药吗？属下都是按您的吩咐去做的。何况季姑娘她姐姐也病着，季姑娘又极心疼她这个姐姐想必您肯定也是爱屋及乌。既然送礼，那自然是得体面。若是少了，定让季姑娘觉得王爷是个吝啬之人。做得周到。他和纪灵之间有爱吗？没有吧。瑞王殿下，小的有急事相报。进来说。是。禀殿下，邢律司守卫来报，就在刚刚，赵家夫妇突发恶疾，死于狱中。谁有这通天手段？走去看看。潮湿的大牢内，赵家夫妇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，明显是中毒。可有人来过？启禀瑞王，属下和兄弟们轮流值守，除了按例送餐，再无人开门踏进牢内。方才仵作宴过，饭菜无睹。此前可有什么异常？弟兄们并未发现有异常之处，就是方才这夫妇突然吐血暴毙。昨晚至今，可有抓获什么人进来？回瑞王，这2日除了您抓来的这夫妇和隔壁的那位，并未有其他的嫌犯。萧敬腾挥了挥手，让守卫退下。他朝隔壁的牢房看去，都看到了什么？如实说，本王早点放你出去。回殿下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那2人莫名其妙忽然就吐血死了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胡乱造谣，损害他人名誉，来人，拖出去上10大板。是。2个守卫把季婉堂架了出去。你们不能打我，我是将军府的大小姐，你们竟敢对我无礼，放开我！你们这群贱奴，我可是太子钦点的太子妃，你们岂敢打我，还不快放开我！太子哥哥一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当众打了10大板后，独留季婉堂在刑律司大门哭喊着。纪凛川听闻后叹了一口气：将军有何吩咐？你去一趟刑律司，把婉堂接到西街那个小院先住一晚，明日一早立刻送他离开昭京。将军放心，属下定会办妥。纪灵几乎睡了一整日，兰因把纪灵被绑走后发生的事都如数汇报了一番，季婉堂挨当众打板子的事也没落下。先便宜他1万。小姐，您先养好自己的身子要紧。将军和夫人说了，绝对不会接他回来的。您和大小姐安心养伤。爹有说什么时候送走吗？听陆管家说，明日一早就送走。将军不放心，还是叫陆管家亲自送的。可有说送去哪里？好像是江南一带。将军和夫人的本意想送到那边的贤庄养着，到时候再给他重新许个人家。想的还挺美的。阿燕现在受伤，不便走动，你替我去办件事。小姐请说。纪灵把一枚令牌交给兰因，又嘱咐了一些事。小姐放心，奴婢这就去，保准办妥。刑律司大门，季婉堂看到是陆管家来接的自己。陆伯，爹娘不在府中吗？为什么是你来？小姐，是将军派我来接你的，上车吧。只要能接他回去，这点委屈他先咽下了。随着马车缓缓前行，不久便到西街别院。小姐到了，下车吧。他扶着车筐慢慢下脚。这是哪里？小姐，将军吩咐今晚您先住这儿，请吧。住这儿？你要我住这破院？谁让你带我来这儿的？这是将军的命令，您别为难在下。你说什么？我不信！我要回芳梨院，掉头回将军府。季婉堂说完，便要爬回马车上。将军吩咐了，今晚您暂且先住这儿，明日咱们便启程去江南。去江南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去江南？为什么去？想必小姐心中很清楚，在下就不多做解释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您先进去休息吧。我不去，我做错什么了？凭什么要送我走？纪灵被绑架与我何干？我不会离开昭京的，我要回将军府当面问清楚。您还是乖乖听将军的安排为好。去了江南，您照样也能衣食无忧，莫要把最后一丝情面也作没了。什么叫去了江南也能衣食无忧？他们明明不想要我了，我要回去问清楚。我命令你立刻送我回去，除非他们当着我的面亲口说，不然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。
这么多年，你私下偷偷拿将军府的银两接济赵家，然而真正的大小姐在赵家却连个下人都不如。你当真有点良心，就该告诉将军夫人真相，那样他们不仅不会赶你走，反而会感激你。但是你并没有这么做，反而带头欺负2位嫡小姐。夫人说了，你好歹是她养大，曾经对2位嫡小姐做的那些，她都既往不咎。送你去江南，已是给你最好的体面，江南那边自然也会有人照顾你。放心吧，快进去吧，明日还要赶路。他们是嫡小姐，那我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他们是不是不认我了？是不是？陆管家笑笑不语。我才是将军府的大小姐，只要我还在季家的族谱上，我依旧是大小姐。你赶紧送我回去！季婉堂一瘸一拐的要走回将军府。小姐去哪儿？贱奴，滚开！我要回将军府！若不是碍于男女有别，他真想直接动手。忽然一辆马车驰来，马车上下来一位衣着华贵的男子。太子殿下，殿下是来接堂儿的，对不对？别哭了，姑送你回去。堂儿就知道，殿下不会不管堂儿的。见过太子殿下，殿下，此事将军另有安排，还请殿下不要插手将军府的家事。婉堂是姑钦点的太子妃，自然与姑有关。婉堂，上车，姑带你回将军府。季婉堂无比兴奋，似乎屁股上也没那么疼了。陆管家看着疾驰离去的马车，哀声叹了一口气。另一边，瑞王府，王爷，最新消息，太子把季婉堂接走了，不是接回东宫，是接回将军府，现在正在去将军府的路上，估摸着马上就到了。太子这是想要逼将军府认下季婉堂，真够有脸的。王爷，我们要不要过去瞧一瞧？这万一什么？季将军又不是傻子，更何况这是将军府的家事，本王直接登门插手，容易遭人诟病。王爷，季姑娘还病着呢，咱们去看望季姑娘，不过分吧？霍成的话似乎说到了萧敬腾的心里去。将军府这边，兄妹3人在青竹院相谈甚欢。二哥，姐姐还没上族谱，既然要改姓，索性直接给姐姐改个名字，你觉得如何？姐姐，你说呢？我的确想换个名字。那二哥给姐姐想几个名字，让姐姐挑一个。这么重要的事，得让爹来亲自赐名，我哪能做主？二哥不是郭子健嗣业，怎么取个名字而已？你先想几个，让姐姐参考参考。小妹，你莫不是想考二哥？哪有，二哥哪里轮得到我考？他考我还差不多。我只是想知道，如果是二哥会给姐姐取什么样的名字？取名字是不难，只是不知道大妹妹喜欢什么寓意的名字，是平安顺遂一生的，还是如草木般笑扬而生，或者其他特殊的寓意？赵梦婷没能念过书，让她想确实不懂。小姐，不好了！何事这么急？小姐，太子殿下把季婉堂带回来了，在正厅。闻言，季灵面色凝重，季时宴和赵梦婷脸色也暗了下来。过去看看吧。兄妹3人结伴前往正厅。3人赶到时，季岭川和季夫人已经在正厅了。看着蓬头垢面、哭哭唧唧的季婉堂，他就想上去打几巴掌。夏文俊看到走进来的3人后，怎么没人告诉他，将军府找回来的女儿竟有个长得这般漂亮？太子殿下这个时辰登门，所谓何事啊？季将军这是明知故问，你们为何不接婉堂回府？这个就是臣的家事了，不劳殿下操心。不过既然殿下送了回来，那就把人留下。殿下请回吧，臣今日有家宴，就不多留殿下了。季将军既有家宴，为何要把婉堂丢在外面？难道他不是将军府的家人吗？殿下，是堂儿做错了事，想必爹只是想惩罚一下堂儿。爹，堂儿已经知错了，往后绝不会和2个妹妹争抢什么的，堂儿一定事事以妹妹为先。你们就原谅堂儿这一次好不好？季夫人尽量不让自己去看季婉堂，她不想再做什么让2个女儿失望的事。谁是你妹妹？你是从谁的肚子里出来的？你7岁时不是很清楚吗？别来我面前装这一套，再乱叫一句，我直接撕烂你的嘴！住口！姑还在呢，你就敢这么堂而皇之的欺负她？她从小就在将军府长大，你们2个本就该喊她一声姐姐，不过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闹到公堂之上，你是有多容不下她？太子果然聪慧，我就是容不下他。既然您如此大度，毁人名声，给人诅咒下毒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那你为何不带他走？难不成你也容不下？放肆！你怎么同姑说话的？季将军，这就是你找回来的好女儿，她除了那张脸，哪点比得上婉堂？没有半点规矩可言。
那太子既然知道这小唐并非我亲生，那就该明白我将军府并不欠他的，以他犯下的错事，本将没有将他就地正法，已是格外开恩了，还想奢求更多，哼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爹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晚唐从小在你们身边长大，既然犯了错，季将军处罚合情合理。但季将军是守卫我大昭国的大将军，理当讲的是大义，这等小事便直接送走，恐怕不妥吧？这要让旁人如何想？更何况晚唐与姑还有婚约在身，你想送走他，是不是得经过姑的同意？季时宴看了一眼自己的父亲，说到婚事，想必殿下当年是真心喜欢晚唐才求娶的吧？总不能是喜欢我们将军府这个虚名。殿下若是觉得我们将军府的安排不妥，您可以直接把人接回去。毕竟您也说了，您和晚唐有婚约，男未婚女未嫁，一切事情你们可以自己做主，我们将军府就不掺和你们二人的婚事。再者，殿下素来胸襟开阔，又是真心喜欢一个人，定是不会在意这些繁文缛节的。此言一出，纪灵对他这个二哥又赞赏了几分。你们若是不想认下晚唐也无妨，但姑当年和陛下求的是娶你们将军府的女儿。既然纪晚唐不是你们将军府的人，那太子妃的人就得换一个，就她了，纪灵，对吧？纪灵嘴角抽了抽，你说娶我就得嫁。纪晚唐听到这些话，已经彻底绝望了。娘，你们别不要唐儿，唐儿以后一定会乖乖听话的，求求你们让唐儿留在将军府好不好？唐儿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爹娘，您就这么忍心把女儿送走吗？他眼眶发红，不敢去直视纪晚唐。张嬷嬷还不快扶夫人下去休息？是。张嬷嬷赶忙过来把季夫人扶走。季二小姐，有圣旨在，你就是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，这个可由不得你。是吗？正听外头传来一道响亮的声音：瑞王到！众人惊诧的目光朝门口看去，瑞王来作甚？灵儿，本王来看你了，你伤好些了没？让人给你送来了千年人参，包了没有？感觉效果怎么样？怎的脸色还是如此苍白？要不本王再叫赵太医过来看看。他叫自己什么？莫不是故意来让太子难堪呢？多谢瑞王的不要，灵儿好多了。阿燕今早回来时拎着2大箱东西，她还没打开来看。从不作声的赵梦婷，她偷偷地笑了一下。本王刚刚听到有人逼你出嫁，可是有这回事？皇叔，这是姑和将军府的事，与你无关。怎么没有关系？你要娶的不是纪晚唐吗？怎么又变成了我的灵儿？还好本王惦记着灵儿的伤势过来看一眼，不然人何时被抢走了，本王都还不知道。闻言，纪灵瞪着了萧敬晨一眼，警告他不许再乱说话。太子殿下，灵儿不是你说娶就能娶的，本将可还没同意呢。将军莫不是忘了圣旨？难道你要抗旨不成？圣旨？本王记得太子当年求娶的是纪晚唐，可不是说跟将军府结亲。纪将军，本王说的对不对呢？没错，太子殿下，您当初是说和小唐情投意合，这才求的婚。殿下金口玉言，不能乱改口啊！老陆啊，去我书房拿圣旨过来。是，将军。陆管家很快就将圣旨取了过来。纪岭川将圣旨打开一看，还好，并不是说和他将军府结亲。太子殿下自己看吧。萧文俊脸色铁青，睡王不是快死了吗？为何每天还有力气整这么多事情？纪将军既然如此决绝，那便走着瞧。说完，他愤然转身离去。等等，殿下，殿下，唐儿自知不配再做太子妃，但求殿下带走唐儿。见萧文俊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，殿下当年求娶了唐儿，如今可是要当着全天下的人做个背信弃义之人。殿下，萧文俊终是停下了脚步，还不跟上？闻言，纪晚唐撩起裙摆，忍着屁股上的痛追了上去。这事总算解决掉了，就是便宜了纪晚唐。将军，晚膳厨房都已经备好了。夫人说今日是全家团圆的日子，所以特意弄得隆重些。您看，要不先过去用膳，不然一会儿菜该凉了。既然纪将军还有家宴，那本王就先告辞了。瑞王留步，昨晚多谢瑞王营救及时，本将的2个女儿才能相安无事。瑞王若是不嫌弃，不如留下一同用膳，如何？纪将军盛邀，本王自然乐意。好，请。陆
不，我大哥呢？回二小姐，大公子午后有急报，去处理了一些公事，他交代了晚上会回来用膳，估摸着一会儿便回来了。纪灵听后点点头，他不想有谁缺席。由于萧敬晨的加入，家宴的氛围变得拘谨正式起来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瑞王殿下，这不是他们家的晚宴吗？瑞王怎么在这？季大公子不必多礼，今晚本是你们将军府的一家团聚的晚宴，本王突然造访，多有冒昧，诸位就不必按着规矩来了，都和往常一样吃饭就可以。从现在起，这里没有什么瑞王，只当是多了个朋友蹭饭。萧公子都这么说了，来，我先敬萧公子一杯。他拿起酒杯和季承霄干了一杯。大哥这爽利的性子当真是烘托氛围的一把好手。来，都吃吧啊，不必拘着。瑞王说灵儿是他的，为什么他有一种女儿还没舞射就被别人拱走的感觉？这时却听到季承霄和萧敬晨两人说这次秋猎要比试一番。大哥，什么秋猎啊？小妹，秋猎是皇家每年都会在9月份举行的一个盛大活动，还有1个多月就到了。你放心，大哥会带你们去的。哦，他没有多大的兴趣，而赵梦婷全程没有主动说什么话，她只默默吃着一桌子的美味佳肴。然而另一边东宫就没有这么温馨了。季婉堂洗干净后叫侍女帮他上药，这才前往太子的寝殿。殿下，今日多谢殿下垂怜，以后堂儿就是殿下的人了。他一边说着，小手一边在萧文俊的胸前轻移。萧文俊垂眸看季婉堂这楚楚可怜的模样，还穿成这样若隐若现。时候不早了，先下去休息吧。殿下难道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他起身一屁股跌进萧文俊的怀里，双手揽着他的脖子。殿下莫不是嫌弃堂儿了？说完，他小脸埋在萧文俊的脖颈处，鼻尖和薄唇还轻轻蹭了几下。萧文俊喉结滚动，他早就快忍不住了，他终是忍不住，把人抱到了榻上。今日他浑身酸痛，他直接下不来床。萧文俊只冷冷吩咐人把他带到偏院去休养，等好了再出现在他面前。但季婉堂却一点也不伤心，因为东宫现在就他一个女人。而将军府此刻全家面色凝重，只见纪灵在赵梦婷头上扎了几针，又念着咒语，用引线把蛊虫从原来的伤口处引了出来，众人惊愕的目光下钻了出来。小妹，那天晚上你是不是控制了虫子？为什么要现在才去？可是有什么讲究？因为那晚我听到蒙面人说拿我们试验新的蛊虫，所以这人必定是炼蛊高手。我不确定他手里还有没有其他信子，如果当晚贸然的把蛊虫强行取出来，他极有可能发现蛊虫失效，一旦他折返回来，我们必死无疑。所以只能先把蛊虫放在身体里面，让他以为我们还在受折磨，这样我们可以拖延时间到天亮，能争取更多的逃生机会。赵梦婷点头，小妹见多识广，想的也周到。以后你们姐妹2人出门，多带些人在身边。承霄，给你2个妹妹都安排武功最好的贴身婢女。娘放心，我再派些人暗中保护着。纪灵已经把自己身上的蛊虫也给引了出来。对方是奔着要灭咱们全家来的，不单单是我和姐姐，你们自己也要注意些。林川可有查到对方是谁？是敌国的奸细，居然跑到昭京来了，此事定有人暗中勾结。这件事我和承霄会调查的，那日瑞王也听到了，想必他也会调查一番。你们记住，在不清楚是何人与之勾结之前，切莫对外声张。我们现在还没抓到人，一旦消息走漏，少不了有人要拿这些从中做文章啊。尤其是咱们现在和太子翻了脸，做事更是要谨言慎行。对方要是反咬一口，给咱们安个通敌的罪名，那可就不好办了。爹，有件事我倒是可以告诉你，不过事关重要，不可对外说。众人听后凝神竖起耳朵。瑞王其实2年前就中了蛊虫，我在风幽城遇到他时，他已经时日不多了，好在及时取蛊，他现在已经无大碍了。但我听说太子也是2年前册封的，以及皇后也是2年前去天贝寺。爹，这些是不是太多巧合了？或许可以从这里去查一查。此事没有任何证据，你们要管好自己的嘴，不要对外去说一个字。看来陛下得怪病的传闻是真的，他就说呢，
太子之位怎么传得如此蹊跷？好了，这些事啊，就让你爹去忙活。梦婷啊，芳梨院我已经命人收拾了，你去看看自己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按你的喜好去重新布置，如何？谢夫人。姐姐把芳林院的3个字换掉吧，不好听。提到纪晚堂，不禁让纪岭川想到昨晚瑞王说的那番话。那个灵儿啊，你和瑞王是什么关系？他昨晚那番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话？他应该是不想让太子得逞，才故意那样说的。我与他不过是有些生死之交，没别的关系。季夫人可不觉得两人的关系仅仅是这些。那既然没别的关系啊，你们还是得保持点距离啊，把话说清楚了。你是女孩子，这样会对你的名声不好的。我知道，我有分寸。所以瑞王说了什么？怎么没人告诉我呢？什么意思？全家人排挤他？瑞王说小妹是他的，他倒是看好这两人。什么小妹是他的？小妹明明是他们将军府的人。小妹，那你喜欢瑞王吗？纪灵抬头语塞，他摇了摇头。爹，你给姐姐想好名字了吗？来人，去拿纸笔来。兰英很快就拿来了纸笔，当他停下笔后，几人围了过来。季之欢，知是知晓，知识即是智慧，欢呢，欢乐欢喜，就是寓意着有智慧一生平安喜乐。季欣然，寓意如清晨般的阳光，温暖和煦，生机勃勃。季心迪，心本心，迪清越悠扬，无拘无束，寓意就是内心自由不羁，追随本心，活得真实洒脱。季心迪，我选心迪这个名字。纪岭川认可的点点头，季夫人也缓缓点头。心迪这个名字好，心境清澈，笛声悦耳，洒脱又灵动，是个意义深远的好名字，很适合姐姐。真的？真的。不信你等二哥回来，问问二哥的意见。为什么不问我啊？我没文化嘛。大哥觉得这名字如何？嘿，好听啊，适合你。话落，纪灵笑出声，纪岭川和继父也偷偷笑了一嘴。你们笑什么呢？我说的不对吗？难道不好听吗？当然好听，只是大哥你没有什么别的要说吗？名字好听就行了，无需过多解释。季心迪听后也笑得灿烂。好，既然选好了，那从今往后就叫季心迪了。我已经命人看好了日子，20日之后是黄道吉日，天得庇护，就定在那一日举办认亲宴。到时候啊，让全昭京城的人都知道，你们才是将军府的2个嫡小姐，你的名字也会在那一天写进季家族谱的。心迪，谢爹赐名，一切都听爹的安排。好。娘。几人离开了，季心迪也去看了他的院子。纪灵没有跟着去，他拿出萧敬晨送的2箱东西出来查看。萧敬晨还真够大方的。兰英，今晚包了他，给姐姐补补身子。好的，小姐。小姐，瑞王待您又好，出手又阔绰，送的全是稀世珍贵药材，您就一点也不动心啊？你都学会挖苦我了是不？哎呦，小姐，你是不知道，昨日你昏迷的时候，瑞王那叫一个担心，他亲自拿着帕子给您仔仔细细擦着汗渍，夫人都不敢说一句，我们可都看在眼里的。纪灵挑眉有些吃惊，瑞王没那个意思，你们别误会，他顶多是怕我死了，帮不了他的忙而已。阿燕怎么样了？小姐，阿燕好多了，伤口在瑞王府时已经处理过，大夫说现在只需每天换药就行。等伤口好了，拿些祛疤的药膏去帮他擦着些，女孩子嘛，身上少留些疤为好。好的，小姐。傍晚，纪灵和季心迪在青竹院的小膳房用着晚餐。姐姐喝点汤补补身子。小妹，你是不是在琳琅阁那一次就知道了？那时只是怀疑而已，并不是确认。后来我叫阿燕偷偷去拿你的血回来验了，才确定。什么时候的事？纪灵淡淡的笑了笑。赵家夫妇死了，姐姐伤心吗？都过去了，死了也好，往事不必再提。姐姐，我有一款玉肌膏，焕颜美白效果不错，还有20日便是认亲宴了，姐姐要不要从今日起开始用起来？是贵族小姐常用的那种养容膏吗？那确实得用起来，希望到认亲宴那一天能有一些改变。姐姐今晚开始用的话，我每隔3日给你针灸一次，调理气血，20日便能看到明显的变化。真的，信我，我能让姐姐在认亲宴那天明艳惊人。姐姐要对自己有信心，毕竟底子很好，只是瘦了些，这段时间多吃点，长点肉更好看。是
这样吗？两人吃完便一起去净了脸，随后直接敷起玉肌膏。当两人把脸上的糊状清理干净后，纪灵迫不及待地去看季辛迪的脸。怎么了？你摸摸看。季辛迪双手捧着自己的脸，轻轻抚摸几下。小妹，谢谢你，你真的很厉害。谢什么？咱们是一家人。现在天色已晚，不宜针灸，明日再给姐姐针灸。季辛迪点点头，嘱咐纪灵早点休息。等季辛迪走后，纪灵躺在床上拿出紫玉，为什么感觉不到云舒了？纪灵正在给季辛迪做美容针，痛吗？季辛迪摇摇头，他喃喃自语道：“一定是弄错了，一定是。小姐，2刻钟已到，是不是要给大小姐取针了？”兰英看纪灵失神的模样，小姐应该是想到了什么伤心事。好，这就来。她原本只想尽快找到云舒而已。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没有哪里不适。小妹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！我爱用玉器膏加针灸，真的能感觉到明显变化。依这进度，20天，我还是有希望的，对不对？自然，你小妹我从不说谎骗人。小妹，有你真好，姐姐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。你我姐妹2人之间不必说谢字，日后妹妹若是有需要姐姐帮忙的地方，难道姐姐还能袖手旁观？自然不会。小妹需要姐姐帮忙点什么，尽管说。现在没有，日后指不定就有了。这时门外来了一名婢女禀告，说是前厅来了客人，邀2位小姐前去见客。他俩在昭京城有朋友吗？2人也顾不得心中的疑惑，便一同前往正厅。季夫人已经在正厅招待了，丞相府兄妹俩来作甚。沈大人，灵儿他们来了，您方才说的赔罪是何事啊？季夫人，之前季2小姐谣言一事是从千兰举办的雅集会上传出去的，她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今日我兄妹2人登门，正是为此事想同季2小姐赔个不是，往后我定会多加管教舍妹，还望将军府海涵。季夫人，季2小姐，此时千兰没有加以阻止，让2小姐遭人议论，是千兰的错，千兰在此向2小姐赔不是。季2小姐，千兰真的有反省，是我识人不清，没有主见，被人牵着鼻子走，往后绝对不会了。从前对你说了一些难听的话，我郑重向你道歉，你原谅我好吗？沈玉倒是会做人，都带妹妹上门道歉了。沈小姐既是无心之过，我又怎会追究？多谢季2小姐原谅。季大小姐，琳琅阁的事再次向你道个歉，我确实不是故意的。沈小姐，都过去了，不必再放心上。沈大人，千兰这孩子的为人我也清楚，是个好姑娘，无心之过，我们将军府又岂会怪罪？这些小事沈大人不必放在心上，此事就此接过。多谢夫人包容，这点心意请务必收下，我和舍妹不便过多打扰，那我和舍妹先告辞了，不必送。沈玉转身的瞬间又看了纪灵一眼，这2人会上门道歉是他意想不到的。灵儿，出了这些事，说来说去娘也有责任，是娘没把人教好，让他伤害了你，往后娘绝不会再犯糊涂，你们姐妹2人往后有事别瞒着娘好不好？娘不用自责，您会那么做也都是人之常情，毕竟季婉堂从小在您身边养大，您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。我还有点事先走了。纪灵倒不是真正的怪他娘。纪灵带着兰因出了府。小姐，咱们进这儿来做甚？是要为认亲那天的祭祀仪式做些准备吗？不是，我买点别的。想找回云舒那一魂，单靠一个招魂术是不够的，得摆阵。白衣男子不知何时来到了纪灵身旁。小姑娘，五方起50万，今日与姑娘结缘，需不需要在家帮忙做法事？特价哦，只需10两银子。多谢好意，我不需要。这些多少钱？一共80文。姑娘，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？我口碑很好的，姑娘可以去打听打听，若是帮不了你，不收钱，如何？可他的事情特殊，他并不想别人知道。喂，姑娘，真的不再考虑考虑吗？纪灵走到门口时停下了脚步，他抬眸看了一眼牌匾，他正要迈步子追出来时，纪灵已经带着身边的婢女走了。小姑娘，你还会回来的。马车上，小姐，买这些可是要驱邪。上次季婉堂潜容画符诅咒我便开着晚上睡不着，隐隐感觉丢了一些魂儿，这些是招魂用的。季婉堂肯定还拿云舒的八字去干了点别的。小姐，这么大的事，要不要同将军说一说，让将军请个法师来给您做法事？不用跟他们说，免得那么多人白白担心，我自己可以招回来。小姐，真的可以吗？纪灵点点头。到了半夜，小姐就让奴婢陪您一起去吧，我就站门外替您守着，绝不打扰到您。纪灵无奈，是怕寻常人看到这些东西会吓晕过去，开始设坛。他站到法坛前，一手摇铃铛，嘴里开始默念着咒语。忽然一阵阴风骤起，就在快去城
行时，纪灵像是被什么力量从身后狠狠推了一搡。难道云舒被镇压了？小姐怎么样了？不行吗？蓝音扶起纪灵，被镇压了。云龟大师是他。云龟大师可是上次您同阿燕去天悲寺寻找的那位？小姐，不如将此事告诉大公子，让大公子查一查这个云龟大师。云龟大师自然要查，但我得亲自去会一会他。小姐，已经深夜了，不如先回去歇歇，明日咱们再思考对策。上了床躺下，纪灵把紫玉揣怀里，他一定要贴在身侧才能睡去。他居然睡到了4时。二小姐，端王府的霍统领在府外等您，说是端王有急事要找您。知道了，我马上就来。他3、5下把碗里的粥喝完，抹了把嘴后，直接往府外走去。何事还能让霍统领亲自来接？季姑娘去了就知道了，王爷已经在等您了。片刻后，马车停在了瑞王府大门，纪灵揣着疑惑往前走。瑞王何事这么重要，还亲自来大门迎接？跟我来。带着纪灵往府里走，萧敬晨带着纪灵来到一处院落。北辰兄，人来了，这便是我同你说过的纪灵姑娘。一道审视的目光向纪灵投去，纪灵打量着眼前的男子，此人身份定非比寻常。季姑娘，北辰兄脉象不稳，时常起伏过大，不知是中蛊了还是中毒，太医未能诊出具体原因，我想请你帮忙看看。纪灵听完，果然不出他所料，是找他看病来了。天有北辰，地有帝王，此人应是当今圣上景和帝。我试试看。北公子，劳烦伸出手来，我为您把把脉。景和帝卷起衣袖，手搭在桌上。萧敬晨见纪灵眉头微蹙，怎么样？劳烦换只手。他从未把希望放在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身上。北公子身子暂无大碍，可以调养。不过您腰上的锦囊，可否让我看一下？景和帝脸上明显有了怒意。季姑娘不妨有话直说。这锦囊一直是陛下心头的一道刺，动不得。他也曾怀疑过。若我猜的没错，北公子的病源于这个锦囊，所以可否让我看一看？胡说八道！这锦囊可是……这锦囊不可能有问题。北辰兄，冷静一些。景和帝咬牙，双拳紧握，好似体内有一根导火线牵引着他，让他很烦。纪灵随即拿出银针，在景和帝头上扎了几个穴位。提到锦囊，北公子就发病，这无法控制的状态，您难道就没有怀疑过吗？绝无可能。刚才是小女子鲁莽了，北公子的病恕在下无能，请另请高明。就让他看一看，如果没问题。不可能是他，你们一个个的都要离间我。恕我直言，您仔细想想，这个锦囊可有经过他人之手，或许结果并非你讲的那样，看一下给您造不成什么损失。不对，他似乎想到了什么。你最好是能看出什么花样来，否则……他双手接过锦囊，打开一看，他眉头皱了皱，香丸没问题。能解开吗？简，他倒要看看里面是不是真有什么东西。纪灵在两人注视的目光下，抽出一张薄薄的纱布。这是何物啊？跟纪晚堂请人诅咒他的字迹很相似，是饮血摄魂术，此乃禁术，需要人的精血，其受术人的八字密垫，布上还浸染了迷魂香，长期佩戴会情绪不稳，神志不清，容易。纪灵不敢把话说得太全，他一眼便看到自己和陆贞的八字，他竟这么恨自己吗？随之他一口血喷了出来。来人，快寻问水。季姑娘她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劳烦季姑娘仔细看一下。无碍，陈年老血吐了正好，我再行几针疏通五脏气机，调和脏腑阴阳平衡，便没什么大碍了。执笔，我写个药方，往后按药方调理即可。他写完药方后，将方子递给萧敬晨，务必按上面的方法煎药。谢谢你。当真就这么恨我吗？为什么？此物非彼物，何不当面问个明白？可以啊。按理说您是长辈，我不该多嘴过问您的私事，只不过您这找我看了病，那就是我的病人。方才看过血气上的2个八字，通常人不会拿自己的八字去下咒，所以我猜这中间或许有什么误会。当然这仅仅是我的猜测，您若想知道真相，我建议您找荷包的主人当面问问。听了此话，景和帝眉眼舒展，松了一口。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按时服药即可。若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我先告辞了。我送你。两人并肩走着。纪灵，这次真的多谢你，这个人情本王会记得，日后有需要用得上本王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。瑞王言重了，想同瑞王打听一件事。本王说了，你我之间不必客气，什么事情直接说。听闻皇后娘娘
住在天悲寺，您经常带陛下去看望他。那庙里的一个云归大师，您可有见过？本王是见过一回，不过听说这位大师是一个高人，并不常住在寺庙中。你是想要见他？不瞒你说，方才那张符咒和七碗堂去找云归大师给我下的咒字迹很相似，我必须找到此人。您放心，本王既然知道了，就是绝地3尺也会把他给找出来。瑞王如果找到了，还请留一口气，把他交给我。他点头答应。本王说过了，你不用同我这么客气，你可以喊我的名字，我并不喜欢你同我这么身份。瑞王开什么玩笑，我可不敢。我大哥说了，做大家闺秀要知礼守礼，不可直呼皇亲国戚的名讳，那是大不敬，是要被责罚的。再说了，我可不想满赵境的人都说我纪灵是个不知礼数的乡野村妇。你若是介怀，在公众场合下你可以喊我瑞王，私下里可以喊我的名字。瑞王这般示好，莫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事情想请我帮忙？我只是想要和你做一个交心的朋友。朋友，这可不像瑞王的为人啊。凡事都有例外。瑞王殿下，我并不想我们之间的关系太过复杂，礼尚往来即可。上次在府中的那番言论，你越界了。他脸上笑容转瞬即逝。如今经历了这么多，咱们连个朋友都算不上吗？朋友，做朋友不是不行，只是瑞王注意您的言语，莫要说些让人误会的话来。我纪灵并不是什么玩笑都能接受。本王向来一言九鼎，全都可以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。这是他头一次在乎一个人的看法。我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萧敬晨看纪灵头也不回地上了马车。他堂堂瑞王，这辈子第一次跟人袒露内心，却被无情的拒绝。景和帝已经从方才的事情中恢复了理智。人走了。她是纪凛川的小女儿。萧敬晨点头应声。你喜欢她？